能战胜蜉蝣吗？这个长相酷似蜈蚣的人，大家知道他是谁吗？蜉蝣作为龙之英雄绝对的邪恶大 boss， 再次汇集了一帮绝对邪恶的小弟，他们通过改变这些人被悟空打倒之前的历史，将他们救了下来。为了帮助自己创造新的宇宙，悟空一行人根据实时提供的线索，来到了一个星球寻找蜉蝣。就在这时，特南克斯突然发现天空上方有所异动，急忙让小潘躲在自己身后，两枚气功弹从天而降，悟空和贝吉塔飞身抵挡。出现一个手拿精神树果实的人物，他就是曾经被悟空打倒的达列斯，而另一位就是伯杰克，这个曾经企图破坏4大银河系的暴徒。仇人相见，凤凰眼红，达列斯率先发动攻击，没想到他释放的是烟雾弹，突然出现在悟空身后，将他紧紧抱住。伯杰克趁机开始攻击悟空，却被悟空挡住去路。贝吉塔想知道他是怎么复活的，但他怎么可能说出来？被宇宙树强化后的形态，力量果然提升了不少。而悟空和贝吉塔也提起变身超来，达列斯并未对此吃惊，因为精神树的力量更加惊人，他瞬间开始提气，一团深红气场弥漫四周。伯杰克与贝吉塔激战在一起，但他根本不是贝吉塔的对手。达列斯要让悟空见识一下精神树真正的力量，二人迅速战斗在一起，四人速度之快，完全看不到身影。特南克斯警惕性十足，但时时突然惊恐万分，在小潘的怀抱中用力挣扎。原来他是感应到了灾祸之鸟的存在，蜉蝣突然出现，他又有什么目的呢？而另一边，W博士将另一个次元的悟空和贝吉塔骗到了滚滚岩浆之中，他大刀一挥，一道冲击波朝悟空袭来，却瞬间出现在他的身后，差一点将他打进岩浆之中，这让他们惊慌失措。而贝吉塔同样遭到了这样的攻击，他怎会受如此屈辱？瞬间提起变身超3 ，W 博士并未迅速出手，他通过自己的眼睛进行数据分析，然后躲开他的攻击，随意发出一道冲击波。贝吉塔都怀疑了，这老家伙得帕金森了吗？怎么不直接攻击我，却一下被打进了岩浆中？悟空变身超3，改变作战方式，他飞到空中，二人同时朝他发出气功弹。W 博士再次通过分析，发出冲击波将他们的攻击消灭，不但打不过，还不知道他是谁，这太让人恼火了。悟空和贝吉塔再次发动攻击，没想到 W 博士发出射线进行佯攻，冲击波再次从贝吉塔身后出现，这样的攻击彻底惹恼了两人，他们极力提起变身超4，而这位博士等的就是他们变身超4，他一副欢迎八方来财的态度，这种表示对赛亚人来说完全无法忍受。两人发出终极大绝冲天炮和龟派气功， W 博士不但没有躲开，还声称他们上当了。果然一顿爆炸过后，他完好无损。原来这位博士一直都在分析悟空和贝吉塔的能力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收集数据，完成他的邪念波。他来到一个深洞，将数据全部输入了进去，而蜉蝣看着手下无法打败悟空他们，命令灾祸之鸟利用他的特异功能将众人困住，身体完全无法动弹。他瞬间将飞起的石狮抓住，然后他们全都走了，留下一脸懵逼的悟空等人。而他们抢夺石狮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明天为大家揭晓，点个关注呗。布罗利极力嘶吼，他竟然可以变身超4。为了对战两个合体贝吉特，他终于突破了，但二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被他像玩具一般甩了出去。贝吉特二人到底能否阻止这帮恶人复活新的宇宙树呢？蜉蝣看着日渐成熟的宇宙异常兴奋，他要创造新世界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，但事与愿违，宇宙树突然死亡，变成了一棵枯树。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蜉蝣立马调出宇宙影像查看，原来是破坏神利用神龙将所有宇宙恢复了往日的生机。知道真相后，蜉蝣异常气愤，而就在这时，托瓦突然出现，他拿出黑色星球，将里面的气体全部注入他的体内。他们等待的这一刻终于到了。蜉蝣突然看到了暗黑王死亡的情景，脑中充满了暗黑王的记忆，将所有暗黑因子吸入自己的体内，瞬间提气，身体爆发出无穷的力量，贝吉特也无法抵挡。蜉蝣整个人都改变了模样，黄袍加身，一身王者之气。身为蜉蝣母亲的托瓦也给他跪了下来，声称自己是他的仆人。他转身就开始拯救宇宙树，暗黑之气不断注入宇宙树内。贝吉特看到，迅速上前阻挡，二人激战在一起。蜉蝣虽然变成了暗黑王，但贝吉特实力和他旗鼓相当，一个为了维护宇宙树，一个为了消灭他，展开了超强大阵，一拳下去地动山摇。再这样战斗下去，对暗黑王极为不利。托瓦发出气功弹助他一臂之力，让蜉蝣按照计划行事。他们二人抵挡贝吉特。就在这时，天空突然割裂，一身红色装束的超4贝吉特出现，而在他身后出现的就是德米古拉，这让托瓦有些震惊。超4贝吉特急速攻击，一拳打在蜉蝣身上，超4贝吉特同样将蜉蝣打得节节败退。这场关乎宇宙生死的终极大战就在宇宙树旁持续着。悟空他们为了维护宇宙和平，不断痛击着坏人，但是蜉蝣根本无法彻底将他们打倒。他再次施展法力，一阵天旋地转，他打算将2个贝吉特送到另一个地方，这里将有厉害的人物陪他们作战。还没等他逃离此地，宫殿突然剧烈晃动，布罗利突然闯入宫殿。这个龙珠最强赛亚人，气场超级强悍，他的出现地动山摇，朝贝吉特急速出击。二人激战在一起，看着狂躁的布罗利简直就是个怪兽。合体贝吉特实力非凡，竟然一拳击中他的腹部，
这下彻底将他激怒，极力提气，身体竟然出现了红色毛发。原来布罗利也可以变身超四，这让贝吉特惊讶不已。布罗利一拳打过去，超蓝贝吉特替他挡下这一拳，他早已按耐不住。两个贝吉特共同对战布罗利，但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在他手里简直就像两个玩具，急速旋转将他们甩了出去。布罗利并未就此停手，他发出气功弹朝他们攻击。看到布罗利已将他们收拾，蜉蝣现在有时间可以复活宇宙树，他继续向宇宙树输送能量。纵使贝吉特看到蜉蝣，也完全无法脱身去阻止。布罗利不愧是最强赛亚人，两个合体赛亚人也不是他的对手。蜉蝣依靠布罗利争取的时间，终于将宇宙树复活了，而两人还在和布罗利苦战。破坏神依靠神龙才将宇宙树毁灭，却最后还是让蜉蝣他们复活了过来。悟空他们到底能拯救宇宙